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这一期视频呢是第3赛季野蛮人的整体开荒的攻略，包括了什么阶段用什么玩法、各个等级的刷装区域推荐，以及呢关键技能冲锋的详细机制剖析。第3赛季开荒到现在，琉璃已经更新了5套野蛮人的玩法，他们是分别代表了琉璃不同的装备阶段。总的来说呢，这个赛季野蛮人想要非常效率的开荒，那么就得先玩冲锋，再去锤子，最后转型成旋风冲锋锤的玩法。不过这里还是说一下，如果你在上个赛季玩的时间很久，那么这个赛季可能不是很适合你入坑。但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第2赛季的话，那这个赛季也未尝不可从野蛮人开局，享受到无比丝滑的开荒体验。在聊到具体的 BD 构筑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野蛮人的冲锋技能。这个技能在本赛季得到了巨大的加强，暴雪直接把它的基础伤害调高了10倍，同时呢也优化了它的减 CD 机制。现在只要你一次冲锋能撞到3只怪物，就能一次性的缩短自己9秒的冷却了。而且冲锋这个技能它在释放的时候是无主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拿它解控，还能在后期用来触发迪伯特的裤子。前期呢，我们可以从裤子和项链找到提升冲锋等级的词缀，配合头与项链的冷却缩减，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让冲锋只有2到4秒的战斗冷却，配合它的极高伤害，我们能够有效率的进行开荒。不过冲锋这个技能它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在你的双倍抓到完全成型之前，它用来打 BOSS 的效率是不太行的。一呢是它打单体的 BOSS 只能减6秒的冷却，二是在打 BOSS 的时候，冲锋是必须精细化操作的，因为输出都在技能的末端。我们先来看看冲锋的整体释放手法，这是错误的打不出伤害的手法，这是正确的可以打出伤害的手法。不难看出技能的伤害只在最后的挥击，所以冲锋的技能形状跟现在屏幕上这张图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在末端对准的时候才能造成最大的输出。打 BOSS 的时候呢，如果你是用电脑的玩家，那么就要把鼠标放在离 BOSS 前面一点点的位置，这样呢才能保证你的顶端去命中 BOSS。技能的冷却周期，我们也要不停的活动双手，切换武器来叠加破敌者的 buff。它叠满了之后，你的冲锋就会有一次巨大的喷射伤害了。但是这样子打 BOSS 有点太麻烦了，所以在站得住的前提之下，琉璃推荐你前期还是混搭一下先主锤拉倒，打得慢一点的总比你冲歪了发呆要好得多。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冲锋如果把怪给顶在墙上的话，会再造成一次额外的伤害。但是呢，带着怪物撞墙也要注意条件，你自己撞过头了，它就只有撞墙的伤害了。游戏中呢，有的地下城它会刷出收集敌意的任务，这些任务的精英你不要撞墙击杀，不然有的时候球会掉在墙里直接消失，然后这一把你就直接打不了。接下来是具体的构筑还有战斗场景的介绍。在第3赛季前期，玩家们热情洋溢的问候之下，暴雪设计师呢是连番的加强了野外火盆和密库的收益，所以现在开荒阶段我们除了刷地道之外，还能去野外的火盆以及密库了。由于火盆跟密库是在我们26级之后才会毙掉传奇，所以推荐各位26级之前先多刷多姆海纳地道。这个地下城的怪物非常密集，我们进去一创就能死一片。26级之后就可以去野外的火盆开启 Impact 了。我们在赛季里打开世界地图，就能在一些区域呢找到这种带绿叶的任务，因为它们是非常好做的，而且呢是需要我们开启一次火盆的，所以你到这个区域做任务就会有很大的概率遇见其他的玩家。你在这里获取核心开火盆就非常容易吸引到地图中的人来一起刷怪，你开一次我开一次就能连续的刷好久了。还有更懒人的做法，就是你做完了任务也不走，就在这个区域来回游荡，等着去蹭其他开火盆人的事件。反正火盆只要点亮了，开始考设计师了，所有附近的玩家都能受到掉落。有了一定量的装备和借虎蜘蛛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试着单刷赛季的密库了。前期呢，我们可以把密库先做到最后一步，然后再回头去拿珠子去拿 buff。建议你是刷黄铜密库，这个密库的最终挑战房间4个角落，只要你拆掉柱子就有一片非常大的安定区。我们可以给小蜘蛛带一个屏障类的技能，蹲在这个马桶里1到20秒再出去清怪。打完之后呢，只要我们有14层的左蹲层数，我们就能获取到最丰富的奖励，可以用来效率的刷威能和装备。赛季前期开荒用的构筑可以参考这一套。如果你没有刷出先主冲锋威能的话，使用这种冲锋混合钢铁漩涡还有锤子的打法会比较合适。这一套打法的核心威能是破地者，
它呢是可以通过刷莫甘的攻防来获取低保的。有了它之后啊，我们切换武器叠8层就能触发一次必定伤害极高的压制了。终极被动的人形兵器呢，它可以在叠满之后给我们提供 20% 的独立攻速，让我们切换武器的速度更快。野蛮人在游戏里可以通过打开技能面板，然后对着对应技能按鼠标中键的方式为自己的技能呢选择对应的武器。建议你冲锋选择最右边的劈砍，突刺选择中间的2把单手，先主锤就只能用双手锤了。这样子我们冲锋、突刺、锤就能触发满的人形兵器的增伤了。如果你的运气非常好的话，可以在前期掉落先主冲锋的威能，这个威能我建议你打在手套或者是戒指上，可以直接用到难度4出第2个为止。它呢可以让我们在冲锋的时候召唤4个先主来开趴。有了它之后啊，冲锋的技能形态是这个样子的。先主撞到怪物也同样会触发冲锋减 CD 的效果，也就是说呢，就算只有一只怪，冲锋也能一次性的减9秒的冷却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把锤子换成旋风斩来快速的叠加破地者增伤冲锋了。用来练级的话会更加舒服，但是打大教堂的 BOSS 就不太舒服了。使用这2个玩法，我们可以在前期40级左右的时候非常轻松的通关大教堂。难度3之后呢，建议你多刷火盆还有野外的低语任务。开箱子是会奖励我们召唤瓦尔森的材料的。难度3下的瓦尔森是一个55级的 BOSS， 你多堆暗影抗性就能在50级左右击败他了。它是可以掉落赤红狂怒之戒的。这枚戒指呢，可以让我们在消耗100怒气之后，先主之锤必定暴击。这个暴击是可以触发加速归能，提供最高 50% 的额外攻速的。配合手套的攻速，还有人形兵器的攻速，我们的突刺加先主锤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这样破地者叠的也很快，叠满了打高伤的必定冲锋就好。这一套构筑你可以直接用到80级左右，期间是建议你刷野外的火盆和密库练级。这个阶段呢，武器位置的装备都是看装等的，装等高白字高你就直接穿就好了。而防具的位置要尽可能的找血量和抗性。护甲的话呢，可以用赛季专属的主宰威能，它能提供大量的护甲和一个负面作用。在版本更新之前啊，因为它的这个闪避翻倍让我们很不容易躲陷阱，所以在后期我不建议你带。但是现在暴雪更新了版本，陷阱你躲不躲无所谓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穿到大后期了。进入难度4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刷地狱狂潮了。打狂潮之前呢，最好先提升一下自己的装备。琉璃是选择用上面这套玩法，强行刷了几把6到70层的梦魇密库。这个层数的密库会掉落925级别的毕业黄装，只有这个品质的黄装武器才会值得我们用魂去附魔。刷狂潮开箱子，除了遗忘之魂之外，还会掉落钢铁碎片，它可以用来召唤75级的 BOSS。难度4也同样有瓦尔森，它也是75级的，我们也要刷地狱任务来打它，获取先主品质的赤红戒指。那打这2个 BOSS 还会额外掉落材料，每种各2个，你就能用它来召唤杜瑞尔了。这是一个100级的 BOSS 啊，建议你90级再去挑战它。也可以选择用门票去跟别人 AA 刷，一人出1次门票就能打4次了。当然啊，游戏内现在是存在门票复制的 bug 的，所以你可能很难找到 AA 的队伍就是了。杜瑞尔呢，除了小概率掉落稀有暗金之外，还有较大的概率掉落迪伯特的意志以及放逐领主的护身符。有了迪伯特裤子，我们就能用冲锋来效率回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转型成冲锋锤了。具体的配置可以参考这一套。核心的思路呢，就是利用冲锋来触发裤子的回蓝，这样我们就能带怒不可遏，极大的征服先主锤的伤害了。先主锤的输出是比冲锋更加稳定的，这样子我们冲锋一次锤一次就能非常轻松的刷图了。由于暴雪在这个赛季调高了噩梦第2层的难度，所以刷高层密库的坚韧压力有点大。琉璃这里是带了一个钢铁之夫的，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基础技能，这样就能切换更多的武器了。这个阶段下我们的装备是不会太好的，所以我给了一套 A 伤比较多的巅峰点法，毕业之后的巅峰加点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一套。最后就是大后期的旋风冲锋锤的配置了。这个配置除了前面提到的装备之外，还需要我们刷提存恐惧召唤的冰中巨兽，或者是运气好你直接掉一个这个暗金的恶残戒指。这枚戒指可以让我们冲锋之后的那一次攻击算作痛割，还能用这个痛割来给怪挂流血。我们把冲锋的武器换成锤子，或者把技能栏里的武器换成双持的，就能通过戒指一次冲锋叠2层破地者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啊，不要在破地者7层的时候冲锋，不然呢痛割会消耗掉破地者，让我们打不出伤害。所以琉璃是把钢铁之父换成了旋风斩，破地者7层的时候你转一下就好了。刷一些难打的精英 BOSS 还有杜瑞尔，你也可以用旋风斩来触发戒指和项链。因为旋风斩它是无法触发压制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叠层，然后打必定暴击的压制先主锤。刷到这个阶段，就算你没有稀有暗金，也能一发必爆锤直接秒掉杜瑞尔了。
之后呢，就是继续刷稀有暗金、符文，还有稀有的调和石，以及继续优化自己的词缀了。之后你也可以选择更换职业，体验一下不同的玩法。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